晚上好啊！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酒店的鬼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越听就越恐怖，越想就越怕。故事发生在一户有一点钱的家庭，有爸爸妈妈和一个18岁的儿子阿成。阿成是个有一点自闭的孩子，平时不爱讲话，他的世界很简单，手机就是全部，游戏就是灵魂， WiFi 就是氧气，现实世界只不过是他吃饭睡觉的地方。一天，他们就去一个很有名的赌场附近旅行，还租了个豪华酒店。讲是去旅行啦，可是去这些地方都懂的啦，都是去赌钱罢了。而阿成呢，在那边就过着宅男的生活，睡醒就玩，饿了就吃，吃饱就去玩，玩累了就睡。这种生活我也很想要，可是社会就是不允许我这样子做。他的爸爸妈妈呢就很勤劳的，每天早出晚归。阿成还没有睡醒，爸爸妈妈就出去了。到阿成睡觉后，他们都还没有回来。一直到第二天的晚上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那天阿成打游戏就打到眼睛很累，他就准备洗澡睡觉。他在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，就很像听到的鼻鼾声。关掉水龙头，细细的听，声音就很像是从爸爸的房间传来的。一开始他就以为是他爸爸妈妈回来了。可是，在他洗完澡出去看了一圈，没有人啊，灯也没有开，爸爸的房间是空的，没有人回来啊。但是那个鼻鼾声反而更大声了哦，听着听着，声音又很像从自己的房间传来的哦。当他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，看过去他的床上，被单就很像轻轻的上下动了一下，可是房间的窗口也没有打开啊。空调风也没有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是看错还是心理作用。可是一个人在房间也会怕啊，越想就越怕。于是他头发都还没有擦干，就拿着手机冲了出去。阿成就一个人走到外面的咖啡厅那边去打游戏。打游戏还真的是可以让人忘记恐惧的。果然，游戏就是最好的疗伤方法。打了不久后，他都忘记了他为什么要一个人走出来。玩了2-3个小时后，手机就没有电了。这个时候也12点多了，于是他就想着算了，应该是想太多罢了，他就想着回去睡觉咯。结果门打不开哦，滴红灯，滴红灯，滴滴滴，依然还是红灯。这个时候他才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就有一点点紧张了哦。完蛋咯，房间又进不到，手机又没有电，又找不到家人。于是他就一个人走去赌场那边找他爸爸妈妈啦。阿成就在那边找了很久，最后在一个老虎机的角落，终于找到了爸爸。那时候的爸爸眼睛红红的，脸也红红，手就在发抖，看下去就很像是喝了很多酒又输了很多钱的样子。阿成虽然也有一点怕，可是他还是轻轻的和爸爸讲：“爸，你要回去了没有？我的房卡坏了，进不到房间哦。”这个时候，爸爸就很像很累的那样，他就点了点头。于是他们2个人就一起回房间了。这个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回到去过后，咔嚓一下，这一次门竟然打开了哦，而且还是用的小明的门卡。小明当时就懵了，但是也没有多想，就跟了进去。进到去，爸爸就回房间睡觉了。小明就越想越奇怪。看着自己的那个床，想了想，就不敢在床上睡，于是他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那个晚上，他不敢关灯，电视也不敢关，整个晚上就开着 YouTube 看戏，看着看着，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直到早上8点，他就被爸爸的洗澡声吵醒了。起身的第一件事情，当然是马上打开手机玩游戏了。不久后，从余光中，小明就看到爸爸背着一个人走出房间，原来是他妈妈。起初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小明也没有多问，也没有多想，他就继续在客厅那边开着电视打着游戏。可是他也不敢回去房间啊，原本他是想把这些怪事告诉爸爸妈妈的，可是想了想，还是没有这么做。不久后，爸爸就背着妈妈出去了。就这样，阿成一直在客厅打游戏，一直打到晚上。打着打着，爸爸又回来了。爸爸没有讲话，他还是垂头丧气的背着妈妈回来了。可是连续2天了，
妈妈都没有跟他讲过半句话，他就觉得很奇怪。阿成就忍不住就敲爸爸的房门，就问爸爸：“爸，我真的不明白咯，这2天怎么你一直背着妈妈走来走去？”那一瞬间，爸爸的眼神瞬间空掉，整个人冻结，嘴唇在发抖，就很像被雷劈到那样。爸爸就僵硬的走到客厅的镜子前面一看，那一刻，爸爸崩溃的大喊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话一讲完，爸爸就很紧张的背着妈妈跑了出去。可是奇怪的就是那天过后，爸爸妈妈就再也没有回来了，打他们电话也没有人接。小明就越想越怕，于是他就只好到前台去求助。他就和前台讲，爸爸每天背着妈妈走来走去，可是他们出去了就没有回来了。这个时候酒店就把走廊的监控调出来看，可是监控上只拍到爸爸一个人从走廊上走出去啊。那么小明看到的妈妈是……事情这么奇怪，于是前台就只好打电话报警。警察来到后找了找也没有发现。当警察去到停车场，就发现了爸爸的车。可是这个车很有问题，因为很臭。一打开后备箱，竟然发现了妈妈的尸体就在那里。过不久，警察也找到了小明的爸爸。爸爸躲在角落神志不清的，只是在那边一直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跟着我了，我求你不要跟着我了。”经过盘问后，才发现其实他们一家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，爸爸就因为赌钱输了后，就跟孩子的妈妈吵架，结果一不小心就错手把孩子的妈妈给杀死了。过后就把她藏在车的后备箱。这个时候回想起整个故事，就会发现那个鼻鼾声很可能就是他妈妈。当然，房门打不开也是因为他妈妈。妈妈这么做其实就是想小明把这个事情解开而已。其实很多人在酒店死过后，因为怨气太重，他们的魂魄就会留在房间那边。如果有客人进去他们就会以为是有人要跟他抢地盘，所以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怪事来吓人。有时候还会骑在你的背上，让你不舒服。所以不管去到哪里的酒店，进去前还是先敲门比较好。也不是讲怕鬼，意思就是讲把鬼当成那边的主人，而我们就只是客人，这样鬼就会明白我们不是跟他抢地盘，这样他们就不会骚扰我们。其实这个故事有一个比鬼更恐怖的地方，就是赌场。去到赌场赌钱，我个人觉得是没有赢家的。因为每次我去赌钱的时候有时候赢了500块，可是请次又花了500到最后那些钱转来转去又是回到老板身上，有没有道理？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